我是个伏地魔，弟弟要买婚房，我掏空家底，丈夫气得和我离婚，弟弟尿毒症要换肾，我马上让医生挖我的肾，最后为了伏地把自己伏死在手术台上，结果弟媳霸占了我的房子，5岁女儿被赶出家门，活活冻死，我才明白所谓的亲人不过是一群拿我当血包的白眼狼。醒来时，月月正捧着一块草莓小蛋糕冲我笑，今天是我女儿5岁生日，我猛地将她抢过来，死死抱进怀里，浑身止不住的发抖。真好，我竟然重生了。上一世我像个没脑子的疯子，无底线的倒贴娘家，丈夫赵峰忍无可忍，把这套刚还清的学区房留给我，就在今早刚跟我办完离婚手续。可我更恨我自己，前世亲妈张母明知我有先天性心脏病，硬是连哭带闹逼我上了手术台，给弟弟林强捐肾，我最终死在了冰冷的手术台上。最让我肝肠寸断的是，我尸骨未寒，恶毒弟媳李艳就在隆冬腊月夺走我留下的房子，转头就把月月赶到了零下20度的室外阳台。我的女儿在风雪里活活被冻成了一座冰雕，我摸着月月温热的脸颊，指甲深深掐进掌心。门外突然传来粗暴的钥匙拧动声，大门被一脚踹开，张母带着林强和李艳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张母一进门，连句生日快乐都没跟月月说，直接一屁股重重砸在沙发上。李艳更是毫不客气，抓起桌上剩下的大半个生日蛋糕，大口大口就往嘴里塞。张母迫不及待地朝我伸出手，语气理所当然：赵峰滚了吧，这套学区房的房产证赶紧拿出来，我替你保管，浩浩马上要上小学了，正好你把房子先过户给你弟弟。看着这3张极其贪婪的嘴脸，我冷笑出声。前世他们就是用这副做派，打着保管的幌子，连哄带骗霸占了我的房子，最后要了我的命。我把月月护在身后，拍掉手上的蛋糕屑，眼皮都没抬一下。房产证拿不出来了，我的美发店急着重新装修，今天上午刚去银行把这套房子抵押办贷款了。你说什么？张母像被开水烫了脚，猛地从沙发上弹了起来，满脸横肉，剧烈颤抖。旁边的林强和李艳也僵在原地，李艳嘴里的蛋糕啪的一声掉在了地板上。你是不是疯了？抵押贷款这么大的事，你怎么敢自己做主？张母伸出粗糙的手指，快要戳进我的眼睛里，唾沫星子喷了一地。林强也在一旁不怀好意的帮腔：就是啊，姐浩浩上学可是咱们家头等大事，你明天一早就去银行把贷款作废，把房产证给我们要回来。我看着这对母子一唱一和的丑态，无所谓地摊开双手笑了，作废贷款也可以啊，但是毁约产生的违约金和利息加起来有20多万，妈你现在拿钱给我掏了，我马上就去作废。一听要从自己腰包里掏钱，张母顿时像被人踩了脖子的鸭子，扯着嗓子干嚎起来：我哪有20万给你填窟窿？林强眼珠子一转，一把拉起李艳就往外窜。哎呀妈，我想起来家里煤气好像没关，这帮吸血鬼脚底抹油，争先恐后的溜出了大门。为了以防万一，第二天一早，我拿着证件直奔银行，干脆利落的在抵押贷款合同上签下了名字。刚迈出银行大门，弟媳李艳的电话就精准的追了过来。他的声音甜得发腻，透着一股理所当然。姐，贷款下来了吧？浩浩又该交小提琴班的学费了，你赶紧给转过来呗。听到这话，我胃里直犯恶心。以前我被他们洗脑，每个月光是在这个侄子身上就要硬搭进去1万5。而我自己的亲生女儿月月连个几十块的画画班都没报过。更可笑的是，浩浩那双粗短的手指拿着琴弓，就像在锯木头，拉出来的声音跟杀猪一样，神仙也教不会。我顺水推舟，故意压低声音：小燕啊，以前那个班教得太差，我刚看中一家高端小提琴机构，800块1节课，包年12万，那里的孩子拉的才叫好。李艳果然上钩了，连推脱都没推脱，兴奋的接话：1年12万啊，那我就替浩浩谢谢姑姑了，咱们下午就去交钱。下午到了高端培训机构，浩浩拿起琴弓，扯着嗓子猛锯了一曲木头，机构老师硬是闭着眼睛把他夸上了天，直呼他是百年难遇的音乐神童。李艳被捧得满脸红光，迫不及待地填好报名表。他转头把收费单往我面前一推，理直气壮地说：姐，去刷卡吧，交全年的。行啊，弟妹。我毫不犹豫拿出手机，点击转账，下一秒转账播报响起，到账250元。李艳傻眼了，因为我卡里就剩不到500了。我挤出2滴眼泪，委屈的装穷：小燕，银行贷款卡住了，没下放，我卡里就剩这点钱了。一听不给报名，浩浩立刻往光滑的地板上一躺，扯着嗓子撒泼打滚：我就要今天报名，姑姑是个穷光蛋。周围的家长全围了过来，对着我们指指点点。李艳臊得满脸通红，根本下不来台。她气得咬碎了后槽牙，一把掏出自己的银行卡，重重拍在刷卡机上，伴随滴的一声长响，12万从李艳的卡里硬生生划走。她盯着刷卡小票，肉痛的嘴角都在剧烈抽搐。刚走出机构大门，我口袋里的手机震动了一下，是一条银行到账短信，6万元整。这家高端机构的负责老师正好是我大学同学，他按规矩直接给我退了1半的内部回扣。我摸着口袋里发烫的手机，冷眼看着李艳当着我的面拨通了弟弟林强的电话。他故意扯着嗓子大喊：老公，咱姐没钱，今天浩浩的学费可是我咬牙垫上的，等姐的贷款下来，必须立刻还给咱们。
听听这可笑的逻辑，你自己亲生儿子报小提琴班，你掏钱竟然叫垫付，合着全天下都欠你们家的。我懒得理会他的拙劣表演，转身就拿着这6万块钱，直接去给我的宝贝女儿月月报了市面上最顶级的专业钢琴课。垫吧，李艳，这辈子你们连我的一根头发丝都别想再拔走。李艳显然对那12万耿耿于怀，为了把钱从我身上坑回去，第二天他就打来电话，热情的邀我去齐妈烤肉店搓一顿。这种鸿门宴我太熟悉了，一推开包厢的门，好家伙，里面乌泱泱坐着7、8口人，李艳的亲爸亲妈、亲弟弟、亲弟媳，甚至连他弟弟的老丈人和小姨子都到齐了。宽大的圆桌上摆得满满当当，顶级和牛极品雪花肉、生猛海鲜，中间甚至还赫然端放着一只巨大的澳洲大龙虾。就这阵仗，起步价绝对不会低于5000块钱。他们这是明晃晃的把我当成移动提款机，准备横宰我这个冤大头。李艳一家子盯着我，眼神里闪烁着贪婪的光，我却气定神闲的拉开椅子坐下，想宰我？行啊！我连客气话都没说，抄起筷子对着那盘最贵的和牛就是一顿疯狂输出，大口咀嚼着肥美的虾肉，根本停不下来。酒过3巡，我摸了摸已经吃到7分饱的肚子，口袋里的手机掐着点响了起来。我瞥了一眼来电显示，故意划开免提键，把音量开到最大。电话那头是我前夫赵峰找好哥们假扮的法院工作人员，他粗犷冷酷的声音瞬间响彻整个包厢。林婉吗？你名下有一笔150万的买房首付债务纠纷，原告已经正式向法院起诉你了。包厢里瞬间死寂，李艳正要去夹龙虾的筷子啪嗒一声掉在桌上，他娘家7、8口人全都像见了鬼一样瞪大了眼睛。我猛地站起身，逼真的挤出2滴绝望的眼泪，对着电话大喊：法官同志，那150万是我前夫借的啊，我已经没钱了。说完，我抓起包，像火烧屁股一样，头也不回地冲出包厢大门，跑到地下车库。我一脚油门，把车开上了大路。那天价账单就留给李艳全家慢慢去凑吧。甩掉那帮吸血鬼后，我直接把车开到了赵峰的临时住处。他看着我满头大汗的样子，赶紧给我倒了杯水。我顾不上喝水，死死抓住他的胳膊。赵峰，你现在立刻去找你爸妈，写一张150万的购房首付借条，金额往高了写，然后明天一早就去法院正式起诉我。赵峰彻底懵了，瞪大眼睛看着我，根本不理解我为什么要亲手给自己扣上一顶巨债的帽子。看着他满脸的担忧，我的心脏猛地揪痛了一下。上一世这套房子被张母用尽手段骗走，我死后赵峰因为极度后悔跟我离婚，患上重度抑郁，最终跳楼自杀了。我强忍着泪水，紧紧抱住他宽阔的肩膀。这辈子我必须制造一个背负巨债的护身符，彻底掐断我亲妈惦记房子的毒念。赵峰，这一世我绝不会再辜负你，我一定会护住我们的家。搞定了债务护身符，我转头去了市中心的保险公司，准备用存款给月月买一份重疾险。冤家路窄，我刚进大厅就迎面撞上了我那个啃老一辈子的张大舅。张大舅一双贼溜溜的眼睛上下打量我，搓着手就想找我借钱给他儿子凑彩礼。我立刻垮下脸，眼圈一红，当场声泪俱下的跟他哭起穷来。舅舅啊，我都要被150万的债务逼死了，你真缺钱怎么不去问我妈要？她这几年从我手里抠走的钱，扣在手里至少有200、300万呢。大舅愣住了，我趁热打铁，压低声音添了一把柴。前段时间他还眼都不眨地，全款给林强提了一辆100多万的新车呢。舅舅，我爸临走前可是一直念叨着要接近你的啊。大舅的脸色从震惊迅速扭曲成极度的贪婪和愤怒，他眼冒绿光，像一头发疯的野狼，掏出手机就拨通了张母的电话。听着他对着电话破口大骂，我心里乐开了花。好舅舅，你一定要去做的越大越好，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把我妈那个房子全虚全伪的拿到我手里。张大舅一通发疯的电话把张母骂了个狗血淋头。为了找补，张母第二天特意换了副虚伪的笑脸，打电话哄我回家吃饭，顺便试探大舅的话。我刚换鞋进门，林强就像苍蝇闻到了味儿一样凑了上来。他搓着手，两眼放光的盯着我，姐，你那笔贷款下来了吧？正好我准备买套学区房，你能不能出钱给我付个首付？又来了，他们这是连骨头渣子都不打算给我留啊！我深吸一口气，眼眶瞬间通红，挤出几滴鳄鱼眼泪，更咽着哭诉法院刚寄来的150万首付传票。一听说背了巨债，张母刚才还虚伪的笑脸瞬间垮了，直接从厨房里跳出来，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那是你和赵峰的债务，自己还去，别想连累这个家。正吵着，旁边一直冷眼旁观的熊孩子浩浩突然恶狠狠地抓起茶几上一杯滚烫的开水，对着我的胳膊猛泼了过来。姑姑是个坏蛋，他大骂，剧烈的灼烧感让我痛呼出声。我咬着牙冲进浴室，冲了10几分钟凉水。我面对面弯腰举起手到浩浩头上，右边对准他的胖脸狠狠连扇了2个大嘴巴。浩浩被我2巴掌扇懵了，捂着脸哇的一声爆哭起来。李艳像个护犊子的疯狗一样扑上去抱住儿子。要是以前我敢动手，张母和林强早就一人给我一脚了，但今天林强为了买房硬是咽下了这口气。他像个狗皮膏药一样拉住我被烫红的胳膊，死皮赖脸的摇晃。姐，我求你了，浩浩明年必须上全市最好的小学，只要你答应以后每个月帮我还房贷，首付我们自己凑。我冷冷盯着他，还房贷，老娘这辈子宁可把钱烧了。但我表面上却叹了口气，露出一副极其无奈又心软的表情，低声回了一句：行吧，我帮你们还。
得到我的承诺，林强行动快得出奇，不到1个星期，他就在学区内看中了一套房龄20年的老破小，为了充面子，总价竟然高达400万。李艳急红了眼，咬紧牙关，不仅掏空了这几年从我这吸血攒下的家底，还砸锅卖铁，到处借钱，交了150万的天价首付。鱼儿彻底咬死钩了，还房贷你们就做梦吧，老老实实等着银行收房去吧。背上巨额房贷后，李艳的心悬到了嗓子眼，她生怕我哪天断供，竟然打起了给我介绍大款的恶毒算盘，企图让我靠卖身继续供养他们。她神秘兮兮的把我拉到咖啡厅，对面坐着一个头顶发光的暴发户，人称孙老板。我只瞥了一眼他色眯眯的盯着我胸口的眼神，就立马看出这是个骗财骗色的老色胚。上一世我嫌恶他年纪大且秃顶，一口回绝，但我死后化作鬼魂才发现李艳竟然跟这个老头狗搭在了一起，给他当了免费的情妇。这一次我将计就计，我抛了2个媚眼，故作娇羞的冲孙老板笑，当场默许了可以交往看看。有孙老板过亿资产的光环加持，林强一家对我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很快，在我的刻意逢迎和默许下，孙老板被我拿捏得死死的。这老头大手一挥，成了林强和李艳眼中的超级提款机。我的大戏终于可以拉开帷幕了。又到了交房贷的日子，李艳这回破天荒地大出血，做东请我去秦妈火锅搓一顿，目的就是想从孙老板口袋里掏出那个月的房贷。落座后，孙老板果然没让李艳失望，肥肉海鲜点了一大桌。林强在席间端起酒杯，一口一个姐夫，叫的那叫一个谄媚。酒过3巡，他开始哭穷，姐夫这个月手头紧，房贷实在凑不齐了。孙老板豪爽的一挥手，连磕巴都没打，直接拿出手机给林强转了4万块钱，3万交房贷，剩下1万买烟。抽林强一家激动的恨不得给老头磕头。就在这其乐融融的时候，浩浩突然恶狠狠地指着我怀里5岁的月月，放声大笑：“你爸妈早离婚了，以后你得管这个秃顶老头叫爸爸。”月月委屈的大哭起来：“你骗人，我爸爸才没离婚！”被揭穿谎言的浩浩顿时恼羞成怒，他竟端起面前那口滚开的小火锅，对着月月幼嫩的脸蛋狠狠泼了过去。看着那一锅沸腾翻滚的红油，前世的绝望如海啸般席卷而来。在漫天大雪中，月月被李艳无情地赶到冰冷刺骨的阳台上，冻成一具僵硬的冰雕。我浑身的血液都在这一刻凝固了。这一世我发过誓，谁敢动我女儿一根汗毛，我要她的命。处于极度戒备状态下的我，爆发出惊人的速度，一把薅住月月的衣领，死死将她拽到了我的身后。浩浩因为用力过猛，一下子失去了平衡，砰的一声从椅子上倒栽葱摔了下去。那锅原本要泼向我女儿脸上的滚烫红油汤底，结结实实的一滴不漏地全部浇在了浩浩自己的双腿上，空气瞬间死寂。1秒钟后，火锅店里爆发出杀猪般凄厉的惨叫声。浩浩痛苦地在地上翻滚，原本细嫩的双腿瞬间烫得通红起泡，皮肉翻卷。李艳惊骇地尖叫着扑向儿子，看着他们在地上扭曲挣扎的惨状，我冷冷抱紧了身后的月月，浑身上下只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痛快。浩浩在地上满地打滚，疼得撕心裂肺。张母和李艳手忙脚乱地端起冰水往他腿上泼，整个火锅店乱作一团。林强看着儿子这副惨状，气得像头疯牛一样满屋子乱转。他儿子自作自受，他的怒火无处发泄。突然，他猩红的眼珠子死死盯上了角落里我养的宠物猫雪球。他几步跨过去，一把捏住雪球的脖子拎了起来，咬牙切齿地咆哮：“我治不了人，我还治不了一只畜生吗？今天老子就拿你下火锅！”说着，他作势就要把剧烈挣扎的雪球往滚沸的中间大锅里按。我拼尽全身的力气，怒吼一声，手指颤抖，却极其迅速地掏出手机，镜头直对他那张扭曲的脸开始录像。林强，你今天敢伤雪球一根汗毛，以后别想从我这儿拿走1分钱。你还不起房贷，就老老实实等着银行收房子吧。你敢把它扔进去，我现在就把视频发到网上，让你尝尝被网暴身败名裂的滋味。林强腮帮子上的肌肉剧烈抽搐着，他死死瞪着我手里的镜头，权衡了几秒房贷的压力，最终红着眼，极其憋屈的把雪球狠狠摔在地上，泄愤的踹翻了旁边的椅子。孙老板见状不妙，赶紧匆匆买了单。经历火锅店一战，林强和李艳大概也心虚了，整整1个月都没敢联系我，这正合我意。我利用这段时间，偷偷在孙老板的手机里装了定位软件，好戏马上就要连台了。眼瞅着林强又要交纳高昂的房贷了，张母终于按捺不住，给孙老板打去电话，满嘴跑火车的说老房子太热，没空调，想请他回来吃碗凉面消消暑。这不明摆着开口要空调吗？孙老板倒也识趣，放下电话就买了一台空调，让人上门装好。晚上我只身前往张母家，一进门就看到一桌丰盛的饭菜。我钻进厨房盛饭，李艳像个幽灵一样跟了进来，假惺惺地说浩浩的烫伤快好了，就是可能会留疤。我嘲讽他看不惯就找孙老板拿钱去做美容。见他放下了对火锅事件的芥蒂，我趁机亮出腕上那块前夫用私房钱买给我的价值20多万的卡地亚手表，看见没？他送的。他卡里的余额我偷偷瞄了一眼，快过亿了。我凑到李艳耳边，李艳的眼睛瞬间瞪得老大，死死盯着那块表，眼底的嫉妒如毒蛇般翻涌，嫉妒得快滴血了。我几句拱火的话，把李艳贪婪的欲望彻底点燃了。她呆立在厨房好一会儿，再出来时竟然换上了一条极其暴露的低胸连衣裙。她一把推开林强，毫不客气的一屁股挤在孙老板身边，开始风情万种地频频敬酒。
看着这恶心的一幕，我低头狂炫红烧肉，胃里和心里同时快乐的要飞起来。就在这其乐融融、家宴达到最高潮的时刻，砰砰砰，大门被砸得震天响。李艳刚拧开门把手，哗啦啦挤进来，7、8个气势汹汹的人。冲在最前面的正是我那满身酒气的张大舅。他冷笑一声，指着张母的鼻子破口大骂。我说怎么不接我电话呢？感情是在这儿供着新姐夫，一家人瞒着我吃香的喝辣的呢。林强一听，火冒三丈，冲上去指着大舅的鼻子对骂，控诉他啃老害死亲爹。大舅毫不示弱，反手就是一巴掌扇在林强脸上。小兔崽子，老子今天是来给我大外甥女讨公道的。两边人马瞬间扭打在一起。这是我私下许诺20万雇大舅来演的一出惊天好戏。看着满屋子乱飞的锅碗瓢盆和被打得鼻青脸肿的极品一家，这场极品互殴的斗兽场真是精彩绝伦。因为邻居报了警，斗殴的双方全被带进了派出所。面对警察的盘问，张大舅按照我们事先串通好的剧本，开始了他影帝般的表演。他老泪纵横，拍着大腿控诉：警察同志，我姐夫死了，林婉跟他爸感情深，就想把这套老房子买下来，可是他一下子凑不出那么多钱，就说好分期付款，结果现在钱都交完了，他们这帮黑心肝的竟然不肯过户了。张母、林强和李艳瞬间傻眼了，齐刷刷的瞪大了眼睛。张母张口结舌的吼道：你放屁，我什么时候答应把房子卖给林婉了？等的就是这句话。我眼圈通红，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顺势从包里掏出手机递给警察。警察同志，我舅舅说的都是真的，我调出这几年上百万的转账记录和厚厚一叠为侄子交各种昂贵学费的流水，我哭得凄惨无比，声泪俱下。谁家会自己吃糠咽菜，把所有的钱都拿来供养娘家弟弟一家啊？我这几年赚的钱全都被他们以各种名目当作房款拿走了，现在我背着银行贷款和150万的官司，走投无路啦。警察看着我长长的流水单，都忍不住直摇头。由于张母和林强拿不出我主动赠与的证据，拒不承认卖房，案子直接移交了法院。在铁证如山的转账记录和大舅找来的几个老邻居的作伪证下，法院很快做出了宣判，房子正式过户到我的名下。拿到房产证那天，得知几百万的老房子彻底飞了。林强在房产交易大厅双眼翻白，一头栽倒在地，当场气晕了过去。回到家，我的手机急促地响了起来。张大舅在电话那头得意洋洋地催促：婉婉啊，房子到手了吧？那20万报酬什么时候打给我？你表弟等着彩礼结婚呢，急呀！我悠闲地抠着新做的美甲，语气里满是惊讶与嘲弄。什么20万？舅舅你是不是做白日梦还没醒？从前你吸干了我爸的血，现在还想从我这儿讹钱，人可别太贪婪了。大舅彻底懵了，随之而来的是暴怒，他吼得我耳膜都要破了，威胁我要去法院坦白。我轻笑出声：去呀，我有流水证明，我转了房款，房子肯定要不回去。倒是舅舅，你去问问律师，做伪证要坐几年牢吧？电话那头沉默了2秒，紧接着扑通一声闷响，老吸血鬼！大舅当场气得中风瘫痪了。林强在房产交易大厅眼睁睁看着房子成了我的，两眼一翻，重重栽倒在地。救护车呼啸而至，把他送进了急诊室。医生拿着化验单，脸色凝重，肌酐1200，尿毒症晚期，要活命，要么换肾，要么终身透析。张母一听，双腿发软，顺势就扑倒在我脚边，死死抱住我的大腿，哭天抢地地哀嚎：婉婉啊，你弟弟还这么年轻，浩浩不能没有爸爸啊！你是他亲姐姐，你赶紧去配型，摘一个肾给他吧。上一世就是在这间病房，他用这套道德绑架的词藻，硬生生把我逼上了死亡的手术台。这一世，我用力抽回腿，冷冷地拨开他那双如枯树枝般的手。妈，你忘了吗？我有先天性心脏病，上了手术台就是个死。我女儿月月才5岁，她也不能没有妈妈。张母一听我不肯捐肾，猛地从地上窜起来，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我是个冷血的毒妇！我毫不退缩地盯着他，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笑，省点力气伺候你儿子吧。就算林强真死了，人家李艳年轻漂亮，随时能找个野男人接着养浩浩，照样不缺爹。我凭什么为了个吸血鬼搭上我自己的命？没有我的肾，林强只能认命。他被迫辞去了那份保安的工作，开始按部就班的去医院，靠着每个月4000多块的透析费用苟延残喘，背着400万学区房的巨额房贷，还要负担昂贵的医药费。李艳的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他3天2头在那个拥挤的老破小里摔锅砸碗，扬言要让张母和林强净身出户。就在林强一家陷入水深火热时，我手机里的特殊定位软件突然发出了急促的提示音。我打开屏幕一看，那个图谋不轨的孙老板竟然进了一家快捷酒店。我立刻驱车赶往酒店楼下，在车里死死盯着大门。不到半个小时，一个穿着紧身短裙、戴着墨镜的女人鬼鬼祟祟地闪进了旋转门，那扭捏的姿态化成灰我都认识，正是我的好弟媳李艳。看着电梯停在了12楼，我冷笑一声，掏出手机，毫不犹豫地拨通了110。警察同志您好，我要举报 XX 酒店1208房，现在有人正在大白天的卖淫嫖娼。几辆警车呼啸而至，警察雷厉风行地冲上了12楼。我戴着口罩，混在看热闹的人群后面，静静地等待着好戏上演。砰的一声巨响，1208的房门被强行踹开，房间里顿时传来女人的尖叫和老男人慌乱的掩饰声。警察冲进去，把光着身子、惊慌失措的李艳和那个顶着地中海的孙老板死死按在了床上。最讽刺的一幕出现了。当警察盘问双方姓名和关系时，图财的李艳支支吾吾，连孙老板的全名都叫不出来。
而涂色的孙老板更是连连摆手，说只知道这女的叫小燕，连姓什么都不知道。这极其荒诞的场面让在场的警察都气笑了，直接以涉嫌卖淫、嫖娼的罪名将这对苟合的男女戴上手铐，从酒店大堂押了出去。我站在围观人群的最后一排，举起手机对着李艳那张被长发遮掩、极度社死的脸连拍了10几张高清照片。随后，我毫不犹豫地点开林强的微信，把这顶惊天大绿帽的照片一张张发给了正在病床上做透析的弟弟。医院里，林强看到照片的那一刻，眼珠子都快瞪凸出来了。他浑身剧烈颤抖，气得一把扯掉了手上的透析针管，鲜血瞬间溅了一地，疯了一样要冲出医院去杀人。经过这件丑闻，这对恶狗彻底互咬起来。林强拖着半条命的病体，咬死李艳是出轨的过错方，硬逼着他办了离婚手续。贪心不足的李艳最终落了个净身出户的下场，还要按月支付浩浩5000块的抚养费。他从我这儿刮走的血汗钱，连本带利全都吐了出来。没过几天，张母舔着老脸，低声下气的来到我的美发店。她红着眼眶，哽咽着说：“林强实在没精力带孩子，求我把浩浩接过去，跟月月做个伴。”我看着这个前世眼睁睁看着我女儿被冻死的老太婆，心里没有一丝怜悯。我毫不客气地打断了她的苦情戏：“妈，你别痴心妄想了，以前你们吃我的血肉，现在报应来了，就想让我替你们养小狼崽子，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大门在那边，不送。”彻底撕破脸后，林强一家陷入了绝境。没了李艳的工资，光靠张母微薄的退休金，根本还不上有零有整的巨额房贷。眼看着银行要强制收房，林强只能忍痛割肉，把那套400万买来的老破小学区房降价几10万紧急抛售。拿着剩下可怜的尾款，林强和张母像2条丧家之犬，灰溜溜的搬出了学区房，在城中村租了一间阴暗潮湿的破屋子。曾经养尊处优的张母，每天天不亮就要去早市摆摊卖咸菜，以此来补贴林强那昂贵的透析费。而我呢，为了彻底远离这帮渣子，我痛快地把美发店高价出队，又把刚过户到手的那套老房子卖了个好价钱。我带着月月，拿着沉甸甸的存款，搬到了城市另一端的高档小区。周末阳光明媚，前夫赵峰买了一大堆月月爱吃的零食和玩具来看我们。月月骑在赵峰的脖子上，笑得像个小天使。我们一家3口其乐融融地在客厅里拼着乐高。我和赵峰商量好了，只等元旦那天，我们就去复婚，重新开始没有吸血鬼的幸福生活。圣诞节的商场里到处放着欢快的颂歌，赵峰牵着月月，我们在5楼玩具区挑选礼物。突然，一阵熟悉又刺耳的哭嚎声穿透人群传来。只见浩浩死死抱着一个标价3000多的限量版变形金刚，在光滑的地板上蹬着腿满地打滚。李艳气急败坏地照着他的屁股狠狠捶了2下，破口大骂：“买！你以为老娘的钱是大风刮来的吗？要玩具找你那个废物爹去！”打着打着，曾经趾高气扬的李艳竟然蹲在地上捂着脸痛哭起来。自从被扫地出门后，她终于打听到那个所谓的孙老板根本没什么千万身家，连开房的钱都是借的，不过是个专门白嫖的穷骗子。被骗财骗色后，李艳的日子过得捉襟见肘。浩浩看到穿着漂亮公主裙的月月，委屈地扁起嘴，鼻涕眼泪抹了一脸，冲我伸出手：“姑姑，你能帮我买这个玩具吗？”我居高临下的看着这对狼狈的母子，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我摇摇头，一字一句地说：“不行哦，浩浩，姑姑要去给月月买娃娃，没钱给你买玩具。”说完，我牵起赵峰和月月的手，毫不留恋地转身走进了熙熙攘攘的人群。新年的钟声敲响，元旦这天阳光明媚，我和赵峰牵着月月，满心欢喜地走向民政局大门，准备领证复婚。月月蹦蹦跳跳地甩着小手，妈妈果然没骗我，妈妈只爱爸爸一个人，真是冤家路窄。刚走到台阶下，一阵激烈的争吵声刺破了喜庆的氛围。抬头一看，林强、李艳还有跟在后面的张母和浩浩正堵在门口互相手骂，他们竟然也是来办复婚的。李艳双手叉腰，指着张母的鼻子尖锐地吼道：“想复婚可以，但这老不死的必须滚出去！我凭什么拿钱养一个累赘？”经历过生死透析的林强脾气变得异常暴躁，他一把推开李艳，眼珠子瞪得通红。一个出轨被抓现行的破鞋，主动跑来求我复婚，现在又想赶走我妈，能结就结，不能结就带着你那小畜生给我滚！大庭广众之下被辱骂破鞋，周围办证的新人纷纷投来鄙夷的目光。李艳被彻底戳中了痛处，那张因为生活拮据而蜡黄的脸瞬间长成了猪肝色，彻底恼羞成怒了。我撕烂你这张臭嘴！要不是你们一家子吸血鬼，我能落到今天这步田地吗？李艳像一头被逼上绝路的母狼，歇斯底里的尖叫起来。就在众人都以为这只是一场泼妇骂街时，李艳的眼神突然变得极度疯狂。她不知从哪儿猛地掏出一把闪着寒光的尖刀，疯了一般直直朝着林强的心口捅了过去。小心！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惊恐的尖叫。林强根本来不及躲闪，就在刀尖即将刺入他胸膛的千钧一发之际，张母护犊心切，想都没想，像只护崽的老母鸡一样猛地扑上前，死死挡在了儿子身前。扑哧一声闷响，那是刀刃刺破血肉的恐怖声音。锋利的尖刀狠狠捅穿了张母的肚子，鲜血像喷泉一样涌了出来，瞬间染红了张母洗得发白的棉袄，也染红了民政局门前洁白的台阶。现场一片死寂，紧接着是路人惊慌失措的报警声和林强杀猪般的哀嚎。
我迅速伸手，死死捂住了月月的眼睛，静静的、冷漠的看着前世亲手把我推向地狱的仇人们，在这片血泊中完成他们最惨烈的救赎。警车和救护车同时呼啸而至，将浑身是血的张姆拉走，把持刀行凶的李艳死死按在地上，戴上了手铐。在重症监护室抢救了3天3夜，张姆那条烂命终究是被阎王爷嫌弃给保住了。但因为那一刀直接割断了多根肠子，医生不得不在他的肚子上开了一个恶心的人工造地口。从今往后，他每天只能兜着一个散发着恶臭的粪袋，屈辱的活着。脱离危险，转入普通病房那天，张姆拉着我的手，浑浊的老泪纵横交错。他知道林强带着浩浩连自己都养不活，更别提伺候一个挂着粪袋的老太婆。他苦苦哀求我，能不能看在生养之恩的份上，把他接回我那宽敞明亮的新家休养。看着他那张因为痛苦而扭曲的脸，我用力抽回手。妈，你这辈子对我除了索取，何曾有过半分疼爱？我一字一顿，毫不留情地宣判他的死刑。我会把你送进本市最底层的养老院，每个月我只付最低廉的基础床位费，算还你的生恩。如果你敢再提半个字多余的要求，我立刻断供，让你睡大街。几个月后，李艳因故意伤害罪被重判，关进了高墙电网的监狱。探监室里，隔着那层厚厚的防爆玻璃，我看着李艳，原本精致爱美的她，此刻穿着囚服，头发枯黄，脸颊凹陷，像个鬼一样憔悴。一看到我，她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把头磕得砰砰直响。姐，我错了，我求求你，浩浩毕竟是你亲侄子啊，你帮我照看一下他吧，他在林强手里会被打死的啊。我坐在椅子上，连眼皮都没抬一下。我从包里慢条斯理地抽出一张当天的八卦小报，隔着玻璃贴在他眼前。哎呀，差点忘了告诉你个好消息，我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微笑。那个骗了你身子和钱的孙老板，拿着骗你的首饰去还了赌债，刚用剩的钱在乡下娶了个18岁的小姑娘呢。至于浩浩，你放心，他在林强那个尿毒症废物爹手里活着，比死了还痛快呢。看着那张报纸，李艳的眼神从哀求瞬间变成了极度的疯狂。她戴着沉重的手铐，像疯狗一样拼命砸着防爆玻璃，发出凄厉的尖叫。我满意的站起身，理了理大衣的褶皱，在狱警制服他的混乱中，微笑着转身，一步步走出了这阴冷的地狱。没有了我的提款机，林强的人生彻底坠入了无底深渊。他拖着尿毒症晚期的病躯，每天强忍着剧痛，没日没夜的开着12个小时的夜班出租车，就为了赚取那昂贵且不能断的透析费。自从林强为了活命日夜奔波，张母又被关进了养老院，李艳在里面踩缝纫机，家里那个无法无天的小畜生浩浩彻底成了没人管的野狗。失去了我这个大血包的供养，浩浩再也上不起贵族学校，转到了城中村的打工子弟学校。从小养成的贪婪和恶毒，让他在新环境里如鱼得水。没过多久，他就因为连偷了几个同学的生活费，被学校直接开除。被开除后，林强连打他的力气都没有，浩浩干脆彻底长歪，混迹在街头，成了专门砸车窗盗窃的小混混头子。一天深夜，我接到了派出所的电话，请问是林婉女士吗？你的侄子林浩涉嫌团伙盗窃被抓了，他父亲联系不上，麻烦你来所里交一下保释金领人。领人，我握着手机，脑海中浮现出前世他把滚烫的火锅泼向月月那张狰狞的脸。我冷笑一声，语气如冰，警察同志，你打错了，我不认识这个小偷。说完，我毫不犹豫地挂断电话，将号码永久拉黑。上辈子害死我女儿的小，这辈子就该永远烂在散发着恶臭的泥坑里，永世不得翻身。老天爷从来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作恶多端的人，比如那个为了20万块钱做伪证，结果在电话里被我活活气瘫痪的老吸血鬼张大舅。过年的时候，我偶尔从亲戚的群聊里看到了大舅的悲惨现状，曾经那个把张母当成提款机啃老一辈子的老，现在像一块烂肉一样瘫在床上。他那个被他宠上天的表弟拿到了彩礼，结了婚后立刻露出了狼的本性，嫌弃大舅是个只会拉屎撒尿的，不仅1分钱的医药费都不肯掏，甚至大冬天把窗户敞开，连口热乎水都不给他喝。据说大舅每天屎尿全拉在垫子上，屋子里臭气熏天。彻底甩掉那窝吸血鬼后，我的人生就像开了挂一样，气运好到爆棚。我用那套从张母手里夺回来的老房子变现的资金，加上赵峰这些年的积蓄，在市中心最繁华的商业街盘下了一间占地300平的顶级商铺。我们夫妻俩起早贪黑，把原本只有一家小门面的美发店做成了本市最高档的美发连锁品牌，分店一家接着一家开，来做造型的全是拿着金卡的 VIP 贵宾。以前我被林强一家吸血吸得骨瘦如柴，去超市买把青菜都要捏着硬币算计半天。为了给浩浩交学费，我连月月几10块的画画班都报不起。现在我再也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坐在宽敞明亮的董事长办公室里，我点开手机银行的余额，看着那一串实打实的完全属于我自己的8位数存款，我长长的舒了一口气，属于我的女王时代真正降临了。这一年的春节，我们全家飞到了三亚，在占地1000多平的高档海景别墅里，海风温暖，阳光明媚。赵峰穿着花衬衫，正在草坪上给炭火生炉子。月月光着脚丫，追着已经胖成一团球的宠物猫雪球，在金色的沙滩上肆意奔跑大笑。老婆，快过来拍照了！赵峰架好3脚架，冲我用力挥手。我笑着跑过去，依偎在赵峰宽阔的肩膀上，把月月和雪球紧紧抱在怀里。咔嚓一声，镜头定格。
在闪光灯亮起的那一瞬间，前世手术台上那盏刺眼冰冷的无影灯，还有阳台上漫天飞舞的刺骨风雪，在我眼前彻底碎裂成粉末，随风飘散。我深吸了一口带着海盐味的温暖空气，这迟来了一辈子的幸福，我死死抓住了，再也不会放手。